提姆是一位家庭主妇，过去的20多年里，他与妻子一直过着女主外男主内的生活，但后来由于两人感情破裂，婚姻最终走向了终结。然而提姆原以为离婚将是新的开始，但不曾想仅仅分居1年后，他就以一种极其不人道的方式失去了生命。那么究竟谁对他有如此大的仇恨？其中又发生了哪些事情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洛维斯。该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，靠近内华达山脉，人口大约9万5千人，是弗雷斯诺县下属的一座城市。主人公提姆出生于1958年4月24日，他的个人经历相对简单，成长在伊利诺伊州，毕业于当地一所社区学院。大约在22岁去了密苏里州的某家医院担任紧急医疗救护员。1982年，也就是工作2年后，提姆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拉丽莎。拉丽莎出生于1960年，她是密苏里州本地人，当时是密苏里大学的一名生物化学研究生。两人因为都在同一家医院工作，从而产生好感。恋爱仅仅几个月后，他们很快在密苏里州登记结婚。接下来的7年里，拉丽莎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同时也完成了相关学业，成为了一名生物化学家。而作为丈夫的提姆相对来说没有太大变化，他依然从事着最基础的医疗工作，这也为他们以后的家庭分工埋下了伏笔。1989年，拉丽莎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，加州一家农业实验室邀请她担任项目经理，于是他们一家就从密苏里州搬到了加州弗雷斯诺市。一开始提姆也曾想追随妻子的脚步，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城市大展拳脚。然而这一切还没有开始，第二个孩子就在1年后诞生。由于当时拉丽莎的工资比提姆高了好几倍，所以自然而然收入较低的提姆就成为了孩子的主要照看者。当然这一切也是两人商量后的结果。实际上提姆本人也非常喜欢照看孩子，因为赚钱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提姆放弃了工作计划，把所有精力用在了服务妻子和照顾家庭上。作为家中主要的经济支柱，拉丽莎也没有让全家人失望。仅仅工作2年多，拉丽莎就让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，并且还在当地繁华社区购买了一套宽敞的大房子。See if there's anybody home. Take your shoes off before you come in, please. Yeah, that's a typical request.We're going in through the front door now, and I'm going to turn the tour over to the boss. 从这段拍摄的家庭影像可以看出，提姆对妻子拉丽莎十分尊重，称呼拉丽莎是自己的老板。尽管提姆为了家庭也付出了很多，但总体他还是非常感激拉丽莎提供的这一切。因此提姆一直在竭尽全力服务家庭，尽量不让拉丽莎操心生活琐事。起初两人这种女主外男主内的生活过得还算比较和谐，但随着他们各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，尤其是后来拉丽莎创办了一家生物研究所后，两人的夫妻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。或许是事业成功让拉丽莎变得自信心爆棚，她常常以老板的语气命令提姆做一些事情，甚至还会不分场合公开训斥提姆。尽管提姆也比较在乎面子，但为了顾全大局，他从来没有表达过心中的不满。然而一味的忍让并未改变现状，反而让拉丽莎更加看不上提姆。自从2001年开始，拉丽莎便不再与提姆睡在同一个房间，提姆在家的存在感也变得越来越低。他不像是家庭成员，更像是伺候一家老小的保姆。不过即便是这样，提姆也没有得到拉丽莎的满意。大约在2002年2月，拉丽莎以想要恢复单身为由，向提姆提出了离婚，并且还要求提姆无条件放弃小儿子的监护权。尽管提姆平时表现得唯唯诺诺，但面对这种要求，他显然不可能答应。两人因为这件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提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，做了一件结婚20多年来唯一一次出格的事情。他趁着拉丽莎不在，偷偷带着一些生活用品搬到了其他地方。虽然提姆拿走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物品，但这种不经允许的行为还是惹恼了拉丽莎。为此，拉丽莎给提姆打了一通十分恶毒的辱骂电话。While I was here and making this a little bit better,
No, you had to tuck your f***ing tail. I hope to God you burn in hell one of these days, because you will. You and your bitch mom. You're such a wimp. You have no spine. Have a great day, you son of a... 通过这通电话，不难看出拉丽莎的确生气了，但这也促使提姆下定决心维护自己的利益。现在的他不仅要争夺小儿子的监护权，还要平分现有财产。为了筹钱应对即将到来的离婚官司，提姆重回职场，在当地一家医院找了份工作。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自从离开了拉丽莎以后，提姆的生活就像被诅咒了一般，过得十分不如意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提姆先后经历了家中失窃和被医院辞退，更加悲剧的是，又在分居1年多后失去了生命。2003年7月10日，这一天是周四，也是提姆与朋友相约见面的日子。然而一向守时的提姆不仅没有出现，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。由于提姆最近与拉丽莎的关系十分紧张，朋友非常担心他的人身安全，于是第二天一早，朋友特意去了提姆的住处。当发现提姆家没有上锁，人却没有在家时，朋友立即向警局报告了失踪的消息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很快抵达现场。虽然提姆家没有明显犯罪迹象，但他的汽车没有开走，手机和钱包也都在家里。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临时有事外出，更像是被迫离开了住处。经过进一步检查，警方果然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他们在客厅的沙发上找到了一个空的手枪枪套，又在放枪套的沙发垫下面发现了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。考虑到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把上膛的手枪放在这种地方，因此警方推测提姆失踪前可能在家遇到过危险，所以才拔出了手枪准备保护自己。但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提姆又将手枪匆忙藏在了沙发垫下面。尽管警方不清楚提姆当时的处境，但认为可能与他分居的妻子拉丽莎有关。因为提姆家的电话显示，提姆在失踪前一天凌晨接到过拉丽莎的电话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。除此之外，警方还在提姆的公文包里找到了一台录音机，里面记录的都是一些拉丽莎辱骂和诅咒提姆的语音留言。这些不堪入耳的辱骂电话足以证明拉丽莎对提姆十分憎恨，同时也让警方怀疑拉丽莎可能与这起失踪有关。于是他们立即对拉丽莎进行了询问。 What I know is, Tim and I are going through a divorce, and it's just been stretched out for a long time, and we've had a difficult time communicating verbally, so we don't do that. He's a very passive-aggressive person, and passive-aggressive people have a hard time accepting anything that they do wrong. They usually blame someone else. 拉丽莎在前1个小时的问话中思维相当活跃，她谈天谈地谈感情，就是不谈论关键的事情。 I'm not embarrassed about talking about this. I hope it doesn't embarrass anybody yet, but for the last 10 years there's been no sex in our marriage. He became kind of, I would say, impotent. 在听了很长时间这类杂乱无序的故事后，警方终于忍不住打断了拉丽莎。随后他们提出了最关心的问题，提姆可能会去什么地方，又或者谁有可能会伤害提姆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拉丽莎突然变得有些紧张，她用不连贯的语气告诉警方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与提姆联系了，并不清楚提姆最近的状况。警方很清楚拉丽莎没有如实回答，因为提姆家的电话显示两人明明在前天凌晨刚刚进行过通话，于是他们追问了这件事情。对此，拉丽莎解释说，那天凌晨的电话并不是有意为之，实际上是她在沙发睡觉时屁股不小心压到了手机按键，所以才在无意中拨打了提姆的电话。警方对这种说法感到有些匪夷所思，即使再灵活的屁股也不至于精准按下提姆的电话号码，而且这一事件还刚好发生在提姆失踪的那天晚上。不过出于严谨的工作态度，警方又询问了拉丽莎是否将提姆的电话设置了快捷呼叫。拉丽莎听后恍然大悟，连忙表示确实存在这种情况。然而当警方提出检查手机的要求后，拉丽莎又做出了无奈的样子，表示手机没在身边，现在无法配合检查。警方显然不相信这种说法，
因为拉丽莎是一家实验室的老板，平时业务繁忙，不太可能出门不带手机。于是负责问话的警探起身来到停车场，检查了拉丽莎的汽车。通过不断拨打拉丽莎的手机号码，警探很快从车内听到了手机铃声。原来拉丽莎早有准备，提前把手机藏在了车座下面。见到计划败露，拉丽莎只好假装记错了，然后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手机。然而在对手机检查后，警方并未在快捷呼叫设置中找到提姆的电话号码，这表明拉丽莎不小心打电话的说法并不属实。对此，拉丽莎又做出了其他解释，但就是不承认主动联系过提姆。由于当时警方还没有直接证据，无法对他采取任何措施，因此规定的审问时间结束后，警方只能让拉丽莎自由离开。虽然这次问话并未收获太多线索，但至少让警方确认了拉丽莎存在犯罪动机。为了了解两人在分居期间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又走访了拉丽莎和提姆的朋友。很快，警方就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了一个关键信息。根据拉丽莎的一位朋友透露，自从提姆拒绝拉丽莎提出的离婚条件后，拉丽莎就对提姆产生了极大不满，尤其是提姆趁着拉丽莎不在，偷拿了家中的一些物品，这让拉丽莎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，从而产生了报复的想法。大约在案发1年前，拉丽莎指使一名男子偷到了提姆的住所。这样做的原因，一方面是为了拿回提姆带走的东西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提姆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道不顺从拉丽莎将会产生一定的后果。拉丽莎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提姆彻底放弃抵抗，服从他的离婚条件。尽管朋友不清楚那名帮助拉丽莎实施偷盗的男子身份，但认为很有可能是拉丽莎实验室的员工詹姆斯。因为自从提姆搬家后，拉丽莎就把照看孩子的工作委托给了詹姆斯，而且詹姆斯也是为数不多对拉丽莎言听计从的男性。朋友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如果詹姆斯真的帮助过拉丽莎实施偷盗，那他很有可能还会再次帮助拉丽莎继续犯罪。于是案发5天后，警方将詹姆斯带到警局进行了询问。 Let's go back about a year ago. Did she encourage you to go to a place where he lived at the time and get some stuff? Not really, no. She mentioned that he had been robbed. 詹姆斯在接受问话时表现得十分谨慎，他承认知道提姆家被盗的事情，但否认与这起盗窃案有关。见到这种情况，警方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手段，他们暗示在提姆家发现了陌生人的生物证据，然后故作镇定地离开了审讯室。然而警方原本想通过这种方式给詹姆斯制造心理压力，但没想到他竟然在警方离开期间做了一件奇葩的事情。没错，詹姆斯在审讯室玩起了手机游戏。不过这次游戏体验似乎帮助詹姆斯想通了一些事情。当警方返回审讯室后，詹姆斯很快承认了偷盗行为。So this is your opportunity. Yeah, I went over there. How did you guys get into the house? Went in through the garage, and I smashed the door with a screwdriver. 虽然詹姆斯详细讲述了偷盗经过，但实际上警方并不关心这件事情，他们主要想抛砖引玉，借机找出提姆失踪的真相。不过当时詹姆斯似乎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当被问到关于提姆失踪的问题时，詹姆斯表现得欲言又止，最终也没有袒露实情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警方已经预感到提姆可能遇害了，但由于线索很少，本案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。不过好在这种困境没有持续太久，案发5天后，拉丽莎的员工莱斯利向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。根据莱斯利的说法，自从提姆失踪后，他们实验室的杂物间就多了一个巨大的蓝色塑料桶。原本这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但在7月12日，也就是警方介入调查的第2天，拉丽莎在使用莱斯利的证件租了一间储藏室和一辆厢式货车后，原本放在杂物间的塑料桶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。一开始莱斯利并没有怀疑，直到最近几天，拉丽莎经常提醒莱斯利不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任何人，这才引起了莱斯利的注意。虽然莱斯利不清楚塑料桶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，但认为拉丽莎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逃避调查，于是为了避免自己被动成为帮凶，莱斯利就将此事告诉了警方。
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警方立即前往了莱斯利所说的储藏室。果不其然，里面的确有一个蓝色的塑料桶。尽管当时警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塑料桶里的物品还是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。只见塑料桶里装满了酸性溶液，最上面有一双人类的脚，底部除了有一些沉淀物以外，还有部分没有完全溶解的下肢残骸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死者应该被人头朝下塞进了桶内，所以导致上半身首先被溶液分解，而下半身由于刚刚浸泡不久，因此仍然保留了部分残骸。事后法医通过 DNA 比对，很快确定了死者的身份，他就是已经失踪5天的提姆。掌握了这项关键证据后，警方立即出发，准备将凶手拉里莎缉拿归案。然而此时拉里莎已经不见踪影，他们家空无一人，朋友们也都不清楚拉里莎去了哪里。为了搞清楚拉里莎是否畏罪潜逃，警方再次找到了拉里莎最亲密的伙伴，也就是他的员工兼保姆詹姆斯。这次问话，詹姆斯表现得十分配合，他不仅向警方透露拉里莎目前正在佛罗里达州，还表示愿意帮助警方联系拉里莎。见到詹姆斯的态度相比之前有了明显转变，警方借机再次询问了关于提姆失踪的事情。起初詹姆斯仍然坚持一开始的说法，直到后来警方讲述了他们掌握的证据以及发现的塑料桶后，詹姆斯这才放弃抵抗，承认参与了犯罪。He opened the door and stunned him and took him down, and then she bound him, and then, before I know it, I couldn't tell if he was alive or not. 根据詹姆斯的说法，拉里莎早就对提姆积怨已久，两人因为孩子抚养权和财产问题产生了很大矛盾，所以当第一次偷盗计划没有震慑住提姆后，拉里莎便产生了继续报复的想法。2003年7月10日凌晨2点左右，两人带着作案工具来到了提姆的住处。原本他们打算通过敲门的方式趁机闯入房间，但没想到提姆十分警惕，在听到敲门声后，他没有立即开门，而是拿着手枪从门口观察了一下。然而当发现敲门的人是拉里莎后，提姆理都没理，扭头就回到了房间。由于当时天色已晚，拉里莎不想大声喊叫引起邻居们注意，于是他拨打了提姆家的电话，假装孩子生病了，需要得到提姆的帮助。尽管提姆不想再与拉里莎有任何来往，但作为父亲的他不可能对孩子生病不管不顾，于是提姆放下防备，很快打开了房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藏在门外的詹姆斯一个箭步快速冲了出来，在使用电击枪将提姆制服后，拉里莎迅速上前使用某种液体迷晕了提姆。按照詹姆斯的说法，原计划他们接下来应该搜刮提姆的住所，因为拉里莎事先说过，这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抢劫和教训提姆。但詹姆斯声称他被拉里莎骗了，实际上拉里莎真正的目的是要杀死提姆，而不是之前所说的抢劫和报复。由于詹姆斯不敢得罪拉里莎，并且也已经参与了犯罪，所以迫于无奈，詹姆斯只能继续听从拉里莎的安排。接下来两人将陷入昏迷的提姆装进塑料桶，并带到了拉里莎的住所。原本拉里莎想在家中完成溶解尸体，但在往桶内倒了一些酸性溶液后，拉里莎感觉气味太过刺鼻，担心引起怀疑，于是在詹姆斯的帮助下，拉里莎连夜又将装有尸体的塑料桶转移到了实验室。接下来的2天，拉里莎陆续又在塑料桶里加了一些酸性溶液，希望能够加速溶解尸体。但没想到尸体还未完全溶解，拉里莎就被传唤到警局接受了询问。由于拉里莎在问话中表现得十分糟糕，她非常担心警方事后会搜查她的实验室，于是离开警局后，拉里莎第一时间联系了詹姆斯，准备让他帮忙再次将装有尸体的塑料桶转移到其他地方。然而当时詹姆斯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他不想继续深陷其中，于是果断拒绝了拉里莎。由于实在找不到帮手，而且塑料桶也已经装满了酸性溶液，一个人很难完成搬运，于是拉里莎就用员工的证件租了一辆带有升降装置的货车，之后独自将塑料桶转移到了储藏室。詹姆斯在讲述上述犯罪经过时，将自己的罪行撇得一干二净，坚称自己受到了拉里莎的欺骗和威胁，才被迫参与了犯罪。但警方并不相信这种说辞，因为詹姆斯在2次犯罪中均获得了经济回报，主观存在犯罪倾向，因此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詹姆斯。
2003年7月16日，詹姆斯被捕2天后，主谋拉丽莎在密苏里州的机场落网。虽然拉丽莎一直拒不承认罪行，但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证据。除了证人的证词，他们还找到了拉丽莎购买酸性溶液和塑料桶的发票。这些证据足以让警方将拉丽莎送上法庭。2006年11月，案发近3年后，本案开庭审理，主谋拉丽莎、帮凶詹姆斯都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My heart has been broken, ripped out of my chest, stomped on, and then beat to a pulp. May your present and next life be filled with as much pain as you inflicted upon my father. Maybe later in life I can learn to forgive you, but I highly doubt it. So this is goodbye. Not just for now, but for good. This is goodbye as your daughter. 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